Wow, a lot of people. 哇， That's, 来了这么多人， we set a record every time. 这又是一个新纪录。我们每次都创造纪录。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来到这里。 Supreme Court's ruling on tariffs. 最高法院关于关税的裁决令人深感失望。 And I'm 我对法院的某些成员感到羞耻，非常羞耻， absolutely ashamed. 因为他们没有勇气为我们国家做正确的事情。 我要感谢并祝贺托马斯大法官、阿利托大法官和卡瓦诺大法官， For their strength and 感谢他们的力量、智慧以及对我们国家的热爱。 which is 我们国家现在为这些大法官感到非常骄傲。 justices. 当你阅读那些异议意见书时，没有任何人能够反驳他们， Argue 根本不可能。 against them. There's no way. 那些多年来一直占我们便宜的外国，现在欣喜若狂， For years are 他们非常高兴在街上载歌载 so 舞， happy. 但他们不会高兴太久。 Dancing in the streets, but they won't 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for long. That I can assure you. 法院里的民主党人非常兴奋， On the court, 但他们会自动投反对 are 票， thrilled, but 他们是自动反对的， vote no. They're an automatic 就像在国会一样， Congress. They're an automatic. 他们是自动反对的。 They're 他们反对任何能让美国再次强大、 strong, healthy. 健康和伟大的事情。 And they also 坦白地说，那些大法官也是我们国家的耻辱， to our nation. Those 他们是自动反对的。 they're an automatic. 无论你的案子有多好，他们都会反对。 You can't knock their loyalty. 但你不能否认他们的忠诚。 You can do 我们的一些人就是这样， people. 其他人认为他们是在搞政治正确。 Politically correct. 这在这届法院的某些成员身上发生过太多次了， And it's 在这届法院身上也发生过太多次了，真是耻辱， having to do with voting in particular. 尤其是在投票方面。 When 而 in 实际 fact 上 they're just being 他们只是假共和党人和激进左翼民主党人的傻瓜和走狗， and not 他们根本不应该与此有任何瓜葛。 to do with it. 他们非常不爱国，对我们的宪法不忠。 Constitution. 我认为法院受到了外国利益 Swayed by 和一个比人们想象中要小得多的政治运动的影响。 far smaller than 这是一个小规模的运动， think. It's a small. 我赢得了数百万张选票，我们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We won in a landslide. 尽管存在大量舞弊行为， With all the cheating. 但我们仍然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We。won in a landslide. Too big to 规模太大，无法被操纵。 These people are obnoxious. 但这些人令人讨厌、无知且吵闹， And I think 他们非常吵闹。 certain justices are afraid 我认为某些大法官对此感到害怕 to do，the right thing. 他们不想做正确的事，他们害怕这样做。 Important case to me.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案件， Economic national 它更多的是经济国家安全的象征。而且我还要说， just for 仅仅是为了我们国家本身，它就非常重要， so well as a country.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非常好， Good news is that their 我们从未发展的如此好过。 methods, practices, 好 statutes, 消息是，正如整个法院在这项糟糕的裁决中承认的， court in this 也正如国会所提及并承认的， and also is recognized 存在一些方法、实践、法规和权利， that are even stronger 他们甚至比作为美国总统的我 available to me as president. 所能使用的国际投资和保护法案关税更强大。 I was very modest in my 实际上，我对其他国家和企业的要求非常温和，因为我想， and it's very important. 而且这非常重 I 要， want to be very well behaved. 我想要表现得非常规矩， I didn't want to do 因为我不想做任何， a decision of the court. 我不想做任何会影响法院裁决的事情， I understand how 因为我了解法院，我了解他们是多么容易被左右。 good boy, 我想要做一个乖孩子。 very effective. 在过去的1年里，我非常有效地利用了关税，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 Stock 大。 market has just recently broken 我们的股市最近道琼斯指数刚刚突破5万点， and simultaneously 同时更令人惊奇的是，标普指数突破了7000点。 70. 这两个数字，每个人都认为， Two numbers that 在我们压倒性的大选胜利后无法实现。 landslide election victory could 想想看 not be attained. 没有人认为在4年内能做到，而我们只用了1年就做到了。 And we did it. 他们说你永远也做不到。 They said you'll never 你回去 be able 读 to 读那 go 些 back 天 and 才们， read 读读他们的声明， the geniuses, read 所有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all of the Nobel 他们说 Prize winners. 不，你4年内都做不到。 You couldn't do it in 4 years. 我们没有用4年，我们用了1年，我们打破了所有的记录， We broke 而且我们还在继续这样做。 continuing to do so. 关税同样被用来结束我平息的8场战争中的5场。 End
我平息了8场战争，不管你喜不喜欢，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大仗。核战争本来可能是核战争。巴基斯坦总理昨天在我们举行的那次盛大会议上，在和平委员会上，他昨天说，川普总统通过让我们停止战斗，可能挽救了3500万人的生命。他们当时正准备做一些坏事，但这些关税给了我们巨大的国家安全，而且再加上我们强大的边境，将芬太尼进入我们国家的数量减少了30%。当时我将他们作为惩罚，针对那些非法将这种毒药送入我国毒害我们年轻人的国家。所有那些关税都还在，他们都还在。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们都还在。我们仍然在收取他们，而且在裁决之后也会继续收取。看来已经没有人可以上诉了。但再说一次，那3位大法官非常值得尊敬。我一直都很尊敬他们，但现在是极大的尊敬。但现在将使用其他替代方案来取代法院错误驳回的那些方案。我们有替代方案，很棒的替代方案，可能会带来更多钱，我们将收取更多钱，并且因此会变得更强大。我们正在收取数千亿美元，我们将继续这样做。然而，为了向你们展示这项意见有多么荒谬，法院说我甚至不能收取1美元，我不能收取1美元，不能收取1美元。我本来会说1分钱，但我们现在不再制造1分钱了，我们省钱。根据国际投资和保护法案，不能向任何国家收取1美元，1美元都不能。我猜是为了保护其他国家，这一定是为了保护那些其他国家而做的。当然不是为了保护美利坚合众国，而他们本应该对保护美国感兴趣，那才是他们应该保护的。但我被允许切断与那个国家的任何和所有的贸易或商业往来。换句话说，我可以摧毁贸易，我可以摧毁那个国家。我甚至被允许实施一项摧毁外国的禁运，我可以禁运，我想做什么都可以，但我不能收取1美元，因为条文不是这样写的，甚至读起来也不是这个意思。我可以对他们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但我不能收取任何费用，所以我被允许摧毁那个国家，但我不能向他们收取一点点费用。我可以向他们收取一点点2美分的费用，但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收取，我不能向他们收取任何东西。想想看，这有多么荒谬！我被允许对他们实施禁运，我被允许告诉他们，你们不能再在美国做生意了，我们希望你们离开这里。但是如果我想向他们收取10美元，我不能那样做，这是不正确的。他们的裁决是不正确的，但这没关系，因为我们有非常强大的替代方案，并且这些方案已经得到了这项裁决的批准。你知道，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裁决的批准。对于那些以为他们抓住了我们的人来说，他们说我拥有绝对的许可权，但没有收取许可费的权利。所以想想看，我有许可的权利，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词。在很多方面，许可比关税更强大。事实上，我当时正在考虑使用它，但是他们提出了我可以许可的想法，就像那些反对我的人告诉他们去做的那样，但没有收取许可费的权利。想想看，谁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有什么许可证是在没有收取费用的权利的情况下签发的？你获得许可证，你收取费用，这是自动的。但这个法院不是这样。但现在法院给了我无可置疑的权利，可以禁止各种东西进入我们的国家，可以摧毁外国。这是一个比许多人想象的，我们甚至拥有的权利更强大的权利，但没有收取费用的权利。这有多疯狂！我们国家现在是世界上最热门的国家，而1年半以前，在一个无能的总统领导下，它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国家。但现在我将走向一个不同的方向，可能是我第一次就应该走的方向。但我阅读了法律条文，我非常擅长阅读法律条文，它100%地符合我们的意图。但现在我将走我最初可以走的道路，这甚至比我们最初的选择更强大。正如卡瓦诺大法官在他的意义中写到的那样，他的声望如此之高，你们必须看看，我为他感到非常骄傲。尽管我坚决不同意法院今天的裁决，
但这项裁决可能不会实质性的限制总统未来下令征收关税的能力。所以仔细想想看，这项裁决可能不会实质性的限制，而且它确实没有，它是对的。事实上，我可以收取比我之前收取的更多的费用，所以我就要开始引用了。尽管我坚决不同意法院今天的裁决，但这项裁决可能不会实质性的限制总统未来下令征收关税的能力。那是因为许多其他联邦法规，这确实如此，授权总统征收关税，并且可能证明本案中发布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关税是正当的。实际上，甚至可以征收更多的关税。这些法规包括，想想看，这些法规包括，例如1962年贸易扩张法的第232条。所有这些事情我都非常了解。1974年贸易法的第222条、第201条、301条，以及1930年关税法的第338条，所有这些都很清楚，但这需要一个稍微长一点的过程。我原以为可以把事情弄简单，但他们没有让我们那样做。我要感谢卡瓦诺大法官，坦率地说，感谢他的才华和他的伟大能力。我为那次任命感到非常骄傲。实际上，虽然我确信他们并非有意为之，但最高法院今天的裁决使得总统监管贸易和征收关税的能力变得更加强大和更加清晰，而不是减弱。我不认为他们是这个意思，我确信他们不是。这太糟糕了。而且想想那些反对这一点的民主党人，仅仅因为他们想走相反的道路，他们想扩充法院，他们想增加21人，他们想扩充法院，扩充最高法院。也许他们应该这样做，也许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会更好。他们想扩充法院，他们想做任何伤害我们国家的事情。未来收入将不再有任何疑问，而且由于这项裁决，我们公司和国家的保护实际上会增加。我不认为法院是这个意思，但事实就是如此。基于长期存在的法律和数百次胜利，甚至正如我之前指出的那样，多年来的数千次胜利。相反，最高法院没有推翻关税，他们只是推翻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关税的特定使用方式。本质上，他们过去是收取费用的。我可以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任何事情，我只是不能向任何人收费。我可以许可，我只是不能向他们收费。这很荒谬，但没关系，因为我们有其他方法，无数种其他方法。这项裁决已经完全确认了，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阻止、禁运、限制、许可或对外国与美国进行贸易的能力施加任何其他条件的能力。所以现在毫无疑问了，因为你知道，关于关税有很多疑问，因为没有总统足够聪明地利用它们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那些剥削我们的国家和企业的侵害。你看看我们与其中一些国家的逆差，他们几十年来逍遥法外，这令人不齿。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因为这项裁决肯定了那些一些人还不确定的所有事情。为了保护，而且他也这样说了，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总统实际上可以征收比我过去一年在各种关税授权下征收的更多的关税。所以我们可以使用其他的法规、其他的关税授权，这些也都得到了确认，并且是完全允许的。因此，立即生效。根据第232条款征收的所有国家安全关税，以及现有的第31条款关税，它们是现有的，它们都在那里，将保持不变，完全有效，并全面实施。今天我将签署一项命令，根据第22条款征收10%的全球关税，这将在我们已经征收的正常关税之上。
我们还将启动多项第31条款和其他调查，以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其他国家和公司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侵害。感谢大家对此事的关注。我简单的说一句，这句话我已经说了很久了，让美国再次伟大。有趣的是，我们已经让它伟大，所以我不需要再用这句话了。但我认为我们永远不会放弃，让美国再次伟大，让美国再次伟大，将永远与我们同在。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告诉我们。但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正在向前迈进，我们将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且将不再有疑虑，因为过去总是有疑虑。我知道提起诉讼的那些人，你知道他们是人渣，彻头彻尾的人渣，但我认识他们，他们以外国为中心，他们把东西送进我们的国家，代表他们的人心知肚明，但他们把东西送进我们的国家，这些东西对其他国家有利，但对我们非常非常不利。我阻止了这一切，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完全坚定的决定。我认为法院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我看来，法院对我们的国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善意，有很多糟糕的判决，但是通常都有办法解决。正如卡瓦诺大法官所说，这是我们本来可以做的事情，但我们现在正在做，而且这个数字可能远远超过我们已经收到的数千亿美元。是的，请。总统先生，您谈到了，谢谢您，总统先生。托马斯大法官和阿利托大法官，您知道的，他们是最保守的宪法大法官。您认为您在本任期内会再任命2位持有类似意识形态的大法官吗？他们将经历什么样的审查程序，以确保他们能维护宪法？我不知道，但他们都是很棒的大法官。我只能说这些。我希望他们能任职很长时间，我希望他们能保持健康。他们是很棒的人，他们很棒。还有阿利托大法官，这些都是很棒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国家怀有深厚的爱，并且对法律有深刻的理解。总统先生，您现在是否会要求国会就关税采取额外的行动？我不需要这样做，这已经获得批准了。我的意思是，我会要求国会，而且很可能会得到批准。当人们看到真实数字，当你看到数千亿美元流入我们国家的时候，昨天我去了一个钢铁厂，你们知道的，那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很棒的工厂，有很棒很了不起的人们。他们告诉我，我对他说，你们当时也在场。这个房间里有很多记者，当然我觉得没有足够大的飞机能带去这个房间里的所有记者，但是很多记者就在这里。我们在佐治亚州，我对那个工厂的老板说，我在一个生产钢铁产品的工厂发表了演讲。我说，你好吗？很高兴见到你，生意怎么样？总统先生，我真想亲吻您。这是一个非常有权势的男人，我可不想被那个男人亲吻，但他是一个非常有权势、很强壮的男人。他从事钢铁行业很多年了，他父亲创办的。然后，他说，先生，我想亲吻您。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当时每周只工作1个小时，然后您上任并征收了关税，所有那些他们倾销到我们国家的外国垃圾都停止了。我们现在每周7天都要上双班，而且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每周几乎7天，每天24小时不停的工作。他说，先生，我太想亲吻您了。我说，不，谢谢。但是你知道吗？他只是最后他说，佐治亚州这个地方太棒了。他说，沿着高速公路到处都是同样的答案。先生，我们都要倒闭了，我们要破产了，我们都要倒闭了。而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蓬勃发展，我们正在招聘前所未有的人手。他说，就像他从事这个行业，我想有45年了，就像我们从未招聘过这么多人一样。那是因为关税，我们将继续这样做，而且你将在1年后开始看到结果。届时所有那些正在建设中的工厂，你看到所有建筑数字都非常好。那些建筑工人正在建造即将开业的工厂，不仅包括人工智能，它很重要，还有来自加拿大的汽车厂，他们从我们这里抢走了30%的市场份额，墨西哥也抢走了很大一部分。多年来，他们抢走了我们的市场，抢走了我们的汽车。他们在日本、德国以及世界各地生产汽车，因为没有人像我一样担任美国总统的这个职位，有这样的洞察力，这样的勇气来征收关税。
你可以在外面生产你的产品，你可以让我们的人失业，你可以让每个人都领取失业救济金。但是如果你要在其他国家生产汽车，你就要支付15%、20%、30%的关税。那样的事情本来永远不需要发生的，我们也不会失去我们的生意。举个例子，台湾也是一样，台湾进来了，他们偷走了我们的芯片业务。他们制造芯片有30年了，甚至更久。他们制造芯片，然后，他们让我们的公司，英特尔现在本来会是最大的公司，我拯救了英特尔。在本届政府执政之初，我确实拯救了它。现在台湾的所有这些公司都在亚利桑那州、德克萨斯州和其他各个地方建造工厂，因为他们不想支付关税，他们都涌入美国。但就像昨天那位伟大的爱国者所说，先生，您所做的一切没有人认为可能。而且，史蒂夫·摩尔，一位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昨天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您做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2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说，我们现在会陷入衰退，而您却说，不，我们将拥有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我们将拥有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您是对的，所有22个人都错了，而您是对的。这个国家正在蓬勃发展，它之所以蓬勃发展，是因为11月5日的选举。它蓬勃发展还有另一个原因，它蓬勃发展是因为关税。是的，请继续。请讲。谢谢总统先生。对于那些寻求重新谈判协议的外国，您会怎么说？您刚才说最高法院受到了外国利益的影响，那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外国利益是由一些我认为拥有不当影响力的人代表的，他们对最高法院有很大的影响力，无论是通过恐惧、尊重还是友谊，我不知道。但我认识一些参与另一方的人，我不喜欢他们，我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卑鄙小人。我们必须为国家做正确的事，我们必须为宪法做正确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尊重托马斯大法官、阿利托大法官和卡瓦诺大法官，因为他们不仅提出了异议，他们的意义是如此强烈。当你阅读他们的意义时，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读到的意义会让你觉得模棱两可，不知道该怎么选。但他们的意义不是这样，没有其他选择。好消息是，就像卡瓦诺大法官非常坚定地说的那样，你们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你们不必走那条路，你们可以走其他的路。你们有许多其他的路可以走。坦白说，这本该是多年前的总统们就该做的事。他们让我们的国家被吞噬，我们失去了50%的汽车业务。我们以前制造汽车，我们制造所有的汽车，然后墨西哥来了，加拿大来了，日本和德国也来了，但现在他们都回来了，都以创纪录的水平回来了。不是你，请提问。我不是在跟你说话，我不跟 CNN 说话，它是假新闻，请继续。总统先生，昨天您提出经济状况是长期以来最好的，1月就业报告超出预期，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超出预期，实际工资上涨。您会对那些担心这项决定会使您预测的正快速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经济脱轨的美国人说些什么呢？谢谢您的提问。我得说，我们确实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等这项决定等了很久，他们本可以很久以前就做出这项决定，这并不复杂，他们错了。这是一个荒谬的决定，但他们本该很久以前就公布。我们等了几个月，这带来了不确定性。现在我们有了确定性，我认为您会看到国家因此变得更加强大。听着，我们几乎被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占了便宜。几乎世界上每一个和我们做生意的国家对我们都有贸易顺差。我们的人很愚蠢，我把这归咎于历任总统，因为他们最终是领导者。我们几乎被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占了便宜，他们有巨大的顺差。中国对美国有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他们重建了中国，重建了军队。我们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从而帮助中共建立了军队。我与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但他现在尊重我们的国家了。现在我们所做的，我向中国征收了20%的关税，作为他们输送芬太尼的惩罚，这比他们出售芬太尼所能赚到的钱多20倍。我说，你知道，在某个时候你会说，就像他们已经减少了。你知道，芬太尼进入我们国家的数量下降了30%以上，部分原因是我们强大的边境。我们现在有强大的边境，但谢谢你的提问。
总统先生，您曾在一个社交媒体帖子中警告说，如果最高法院这样做，否决了您的关税，美国将财政上毫无防备。我们现在财政上毫无防备吗？不会，因为我们正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做事，我们正在以一种非常有利的方式做事，我们正在使用一些人认为我们一开始就应该使用的东西，但这更复杂，这有点复杂。这个过程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最终的结果会让我们获得更多的钱，我认为这会很棒。好的，彼得，请继续。谢谢你，川普总统。那么自从解放日以来，大约有175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现在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你必须退还这1750亿美元吗？不，想想看，彼得，想想看，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写出这份意见书，而且他们甚至没有讨论这一点。我们已经收取了数千亿美元，而不是数百万美元，是数千亿美元。所以我说，那么我们收取的这些钱都怎么处理呢？他们没有讨论。难道你不认为他们应该在里面写上一句话，说明是保留这笔钱还是不保留这笔钱吗？对吧？我猜这在接下来的2年里都得通过诉讼来解决。所以他们写出了这个糟糕的、有缺陷的决定，完全有缺陷。这简直就像不是聪明人写出来的。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甚至没有谈论它。你的问题非常基本，这也是我问的第一个问题，也让你感觉好一点。他们说我们收取的这些钱怎么办？先生，他们没有讨论，这有多么疯狂！你是不是说你不打算支付那些提起诉讼的公司申请的退款？我刚才不是告诉你答案了吗？我告诉你答案了，它没有被讨论。我们最终会在法庭上耗上未来5年。绿色的那位。谢谢您，总统先生。当您谈到与那些您曾寻求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的关系时，您是否预计他们会寻求重新谈判这些协议？您会怎么对他们说？您是否认为这会潜在地削弱您的谈判地位？我们将直接全面征收10%的关税，这是绝对正确的做法，这正在实施。这会给我国带来大量资金。在大约5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正在进行必要的各项调查，以便对其他国家征收公平的关税，或者说，就是征收关税。所以我们正在进行那个阶段的工作，但我们立即实施了10%的规定，这是我们被允许做的。最终我认为我们收到的钱会比以前更多。总统先生，您曾利用关税收入来支付一系列联邦政策的费用，您曾声称关税会支付这些费用。那么现在怎么办？比如说农民，我们照顾了农民，你们知道农民们曾被外国非常糟糕的对待。上周我从关税收入中给了他们120亿美元，我们打算从关税收入中支付，因为只是为了让你们明白，我们有关税，我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征收。现在他们已经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确认，所以关于关税的那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将征收数千亿美元，那些曾恶劣对待我们的国家将不得不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而那些对我们友好的国家将受到很好的对待。一位来自一个叫做越南的地方的最高领导人刚刚离开我的办公室，一位非常棒的先生，强大而聪明。他说，你知道，我想这意味着你们可以向我们征收比以前更多的关税，而且加拿大告诉我们的贸易代表詹姆森，我想说说这个。詹姆森，加拿大说，我希望你们赢得这个决定，因为如果你们不赢，你们实际上将被允许只需稍做额外工作就可以向我们征收更高的关税。詹姆森，你想对此发表评论吗？好的，先生，就总统刚才提到的，我们有很多工具可以使用，我们有122条款，它将在今天签署并很快实施。我们还有301条款调查，这些调查在法律上非常坚实，我们可以通过它们来处理调查，并解决导致我们巨大贸易逆差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所以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大家可以期待看到所有这些措施的实施。我们将保持这项政策的连续性，并持续解决这个问题，这样逆差就能继续下降，这是它目前的趋势。我们也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国会中的一些共和党人支持了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而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则称您为想当国王的人。我说他智商低，他甚至不懂关税。我前几天看他的采访，那个人甚至不知道关税是什么。
两党对关税都有批评，不是两党，有几位共和党人说过，只有几个人。为什么不直接和国会合作来推动关税的通过呢？我有权征收关税，而且我一直都有权征收关税，而且这都得到了国会的批准，所以没有理由那样做。我们现在只是在走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程序，没那么复杂，但比我们以前的要复杂一点。我们将能够征收关税，更多的关税，而那些国会议员们，众议院上周刚刚否决了对加拿大的关税，参议院也曾投票反对。是的，因为我们失去了2到3名共和党人的票，因为他们不是好的共和党人。你们怎么不说我们获得了215票？你需要218票才能通过。是的，我们当然有，我们可能失去了3票，我们得到了共和党那边的比分是多少？215比3，对吗？但你不能那样说，我们有很强的团结，共和党内部有很强的团结。我希望每个人都会投票给共和党，因为否则你们就不会有一个国家了，因为这些人一直在摧毁，他们正在摧毁我们的国家。请总统先生，关于122关税的那10%，那会持续150天，还是您想无限期的征收？我们有权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但我们将会开始征收，我想是从3天后开始生效。好的，请讲。总统先生，您和很多工厂工人、制造业工人交流过，最高法院的裁决对这些工厂工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它传递了什么信息？我认为工厂工人们很高兴，因为我们现在告诉他们，他们将听着。我昨天见到的那位工厂老板，他的工厂以前倒闭了，他已经倒闭了，而现在他雇佣的人数是以前的5倍。事实上，我走进去的时候，他有一台全新的起重机，全新的。我问那台起重机用了多久了？他说我们是12月买的，他可以一次性把他的税注销掉。那项大而美法案对小费不征税，对社会保障不征税，对加班费也不征税。他说这项大而美法案，坦率地说，对工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好事，比对富人好得多。他对富人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他们能够雇佣更多的人。但当我见到他时，他说整个行业都是这样。这是佐治亚州的一个地方，整个行业，其他工厂也在做不同的产品，不只是钢铁产品，还有其他不同的产品。他说以前我们每个人都倒闭了，我们几乎无法维持生计。他们中的一些人每周工作时间不到1小时，想想看，每周工作1小时，只为了制作一些小饰品或者他们生产的任何东西。现在他们全天候运转。1个月前，我去了密歇根州，去了福特公司，我见到了福特公司的负责人比尔·福特。我们当时在最大的一个工厂里，那是一个建于20世纪初期的老工厂。顺便说一句，我可能要补充一点，这其实不完全相关，但又都相关。谋杀率降到了自1900年以来的最低点，大约就是他拥有这个工厂的时候，那是125年以来我们最低的谋杀率。好的，而且我们国家的犯罪率也大幅下降。我们谈论的这些工厂，我们谈论的这些人，他们对川普非常满意。所以无论我们是征收 IIPA 关税，还是根据其他条款征收关税，我们都会这样做。这就是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以前欠下了38万亿美元债务的原因。我们会在相当好的时机摆脱这笔债务。我们有一个非常无能的美联储主席，他喜欢高利率，出于政治原因，他喜欢高利率。但是，我们将会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利率应该大幅下降。我认为我们应该支付全球最低的利率，不应该有任何国家比我们低，但我们没有做到，我们排在第38位。这只是长期以来的糟糕政策，但现在发生的是我们让美国再次强大，我们让美国再次伟大，我们应该支付最低的利率。举个例子，瑞士这个国家，我们几乎没有从他们那里收到任何关税，我们有400亿美元的逆差。然后首相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是一个小国家，因为我说我们要把关税从0提高到39%，那样会让他们变得不那么成功，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认为是精英。但如果我们征收关税，那就会，他说，但是先生，我们是一个小国。我说你们是一个小国，却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逆差。你们从美国赚了很多钱。如果我们这样做，很多这些精英国家，他们之所以是精英，是因为我们让他们赚了这么多钱。我希望他们发展得好，但我不想让他们以牺牲美国纳税人为代价来发展。所以我很感谢你的提问，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
川普总统，您说您对此感到失望，但您对这个决定感到惊讶吗？您当时有什么感受？我很惊讶，因为我认为我们所做的首先是符合规定的。我的意思是我阅读了那些段落，我读得很仔细，理解力很强。我阅读了所有需要阅读的东西。我说，我们不可能输掉这个案子，但当法官带有政治色彩，当他们想要政治正确，当他们可能迎合华盛顿特区的一群人时，我们就会输。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因为当你阅读它时没有其他的解释，我们没有其他的解释，但这没关系，因为结果是，我将第3次，也许是最后一次说，我们已经消除了关税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之前存在不确定性，我们被那些不择手段的人起诉了，我非常了解他们，他们非常以国外为中心，以中国为中心，但也是以其他国家为中心，他们最终的表现将不如以前。美国正在变得真正，我们又强大起来了，我们拥有最强大的军队。我在第1个任期内重建了军队，我们拥有最强大的军队，我们制造最好的设备，即使是他们，你知道，我们也必须，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有一些人拿着高薪制造爱国者导弹和标枪导弹，以及所有不同的东西，但当你需要他们时，他们太慢了。我们已经提醒他们了，他们会制造的。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建造很多东西，我们国家做得非常好，我们将保持这种状态。底线是确定性这个词，现在已经纳入考量。我今天说的每一件事都保证是确定的。正如詹姆森所说，他已经经过了1000次的测试。实际上我当时说几百次，他说先生，实际上是几千次，并且在所有法庭上都赢了。我们只是回到那个状态。问题是，我们有其他总统，他们不热衷于贸易，也许他们不以商业为导向，也许他们不聪明。我们也有一些笨蛋，你知道吗？我会尊重地说，我们确实有一些真正的笨蛋。所以，我们将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可能还会做得更多，但你们将不再会问。每次我站起来，你们都会问，如果不能征收关税怎么办？现在我们可以了。顺便说一句，在他们的决定中，他们明确表示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有替代方案。是的。关于那些使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关税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那些现在还作数吗？还是要重新谈判？其中一些仍然有效，很多都仍然有效，有些则不会，他们会被其他的关税取代。那些判决这项政策无效将其驳回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他们下周还会被邀请参加您的国情咨文吗？您还会和他们说话吗？是的，他们被邀请了，勉强吧。有3位是被愉快的邀请，他们是勉强被邀请的，很勉强的。说实话，他们来不来，我一点也不在乎，好吗？谢谢总统先生。关于这项伟大的协议，也就是即将与印度签署的框架协议，它很快就会签署的。那这项协议现在还会有效吗？有效，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改变吗？没有任何改变。他们将支付关税，而我们不会支付关税。好的。我们和印度达成的协议是他们支付关税，这和以前的情况正好相反。你们也知道，印度我认为莫迪总理是一位非常棒的绅士，实际上是一位伟大的人。但是，在与美国打交道方面，他比他所面对的人要聪明得多。他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印度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和印度达成了一项协议。现在这是一项公平的协议，我们不向他们支付关税，而他们向我们支付关税。我们做了一点调整。截至目前，市场因为这个上涨了。与印度的协议还在，是的，所有的交易都在进行，只是我们要换一种方式来做。谢谢您，总统先生。我认为您还阻止了另一场战争，您应该为此获得赞誉，那就是叙利亚的战争。卢比奥国务卿在慕尼黑与叙利亚外长和库尔德将军马兹鲁姆阿卜迪会晤后表示，川普总统直接施加了新的力量，以阻止库尔德人和叙利亚人之间的战斗。您的政府将如何确保这种和平得以维持？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话题，所以我不想花太多时间。但我能说的是，叙利亚总统基本上是我安排他上位的，他做得非常出色。他是个强硬的家伙，他不是个唱诗班男孩，唱诗班男孩做不到。但叙利亚正在团结起来，真的团结得很好，而且到目前为止，他对库尔德人一直很好。是的。
总统先生，在与伊朗政府进行了2轮会谈之后，您想对伊朗人民说些什么？你是指在伊朗的人民，还是指在这里的伊朗人？在伊朗的人民，他们最好谈成一个公平的协议，他们最好去谈。你们知道的，伊朗人民和伊朗的领导人非常不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哀的局面。在很短的时间内，有32000人被杀害。他们2周前本来要绞死800人，绞死，有些是用起重机绞死的。他们用高大的起重机把人吊起来，在广场上转来转去示众。他们本来要绞死837人，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绞死一个人，哪怕只有一个人，你们就会立刻遭到打击。我没有等2周再去谈判，他们放弃了绞刑。他们没有用绞刑绞死837人，据说他们没有对任何人用绞刑。但是我为伊朗人民感到非常难过，他们过得像，他们的生活就像在地狱里一样。请。谢谢您，总统先生。您多次提到外国对最高法院的影响，您有证据吗？您会调查吗？你们会知道的。您打算在与欧洲的关系中采取哪些替代方案？还有那些被称作非法的关税，他们将如何影响您与俄罗斯的关系？您制裁了一些国家。我希望欧洲能强大起来。欧洲已经变得觉醒。当你去很多地方的时候，欧洲已经面目全非了。当然不是所有国家，你看匈牙利，你看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而有些国家则完全走向了反面。有些确实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但欧洲必须强大，他们已经变得软弱无力，面目全非了。你去一些国家，我不想具体说明，但我认为每个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而且他们已经面目全非了。他们已经变得，环保主义者已经掌控了一切。他们让风车摧毁了他们的田野、美丽的草地和海洋，而且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欧洲必须变得聪明。欧洲正在被2件事拖垮：能源和移民。如果他们不迅速解决这2个问题，欧洲就不是原来的地方了。好的，请。总统先生，您对哥萨奇大法官和巴雷特大法官今天的裁决感到特别惊讶吗？是的。您后悔提名他们吗？我不想说我是否后悔，我认为他们的决定很糟糕。说实话，我认为这对他们2个人，对他们的家人来说，都是一种耻辱。尤其关于那$2000美元的关税支票，我没有叫你。您没叫我吗？总统先生，我想澄清一下，您是否认为在实施这些新的关税工具之后，关税税率和关税最终会比目前更高？可能会更高。高多少？这要看情况，但我们希望对其他国家是公平的。而且你知道，有些国家多年来对我们非常不好，对他们来说这个数字会很高，而另一些国家一直对我们很好，对他们来说这个数字就会非常合理。是的。具体到关税这个问题上，关于那个$2000美元的，我没有叫你。总统先生，谢谢您。您有没有计划前往印度参加4方安全对话峰会？您目前与印度的关系如何？我认为我与印度的关系非常棒，我们正在与印度进行贸易。印度减少了对俄罗斯的依赖，你知道的，印度当时正在从俄罗斯获取石油，对吗？他们应我的要求大幅减少了对俄罗斯的依赖，因为我们希望解决那场可怕的战争。那场战争每月有25000人死亡，而且我与莫迪总理的关系，我想说非常棒。正如你所知，我还阻止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当时有10架飞机被击落。那场战争正在进行，而且很可能演变成核战争。就在昨天，巴基斯坦总理说，川普总统通过让他们停战，拯救了3500万人的生命。那我主要是通过关税做到的。我说，听着，你们要打仗，那没关系，但你们将无法与美国做生意，而且你们每个国家都要支付200%的关税。然后他们打电话过来说，我们已经实现和平了，好吗？我只是想感谢大家，看，巨大的确定性已经回到了美国的经济，实际上也回到了世界经济，因为我们为世界创造了如此多的财富，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我们现在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1年半以前，我们曾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国家，现在我们是世界上最热门的国家，我们将保持这种状态。
非常感谢大家。